老伙计们，这个是一把键盘，但是它敢卖9999，不就是因为它有个小屏幕吗？装什么装？更气人的是，你上网搜索啊，叫带显示屏的键盘，一大堆吹文都在吹这玩意儿，它不在中国销售。嘿，这不妥妥的歧视吗？老张啊，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了。你可以卖的贵，但是你不能故意不卖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好，那老张呢就要亲自动手收拾一下这帮老伙计啊，给大家 DIY 一张带有显示器的机械键盘。咱们这次不但给它弄进去个显示器，咱们甚至可以直接把 Mac 给它集成进去。姑且咱们就叫全世界唯一的一台 Mac Keyboard Design in Peking China。觉得老张能再一次怼出一个新物种的，点个赞。老规矩啊，点赞超10万，评论区抽奖送大家一台 Mac mini 最新版。说到天花乱坠，最终这还是一块键盘。键盘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敲击手感。为了挑选出我自己最喜欢的机械键盘轴体，我买了一块机械键盘试轴器。我现在用的是原厂樱桃青轴。我喜欢这种咔嚓咔嚓的机械手感，噪音大不大不是问题啊，宿舍杀手就宿舍杀手吧。于是我挑选出来自己最喜欢的轴体，凯华之下，属于青轴的加强版。我给大家先听一下声音啊，过瘾。到这儿呢，我就得说一下啊，给我提供了最新1-2麦克风的听下之下啊，名字都那么文艺啊。号称是大音头的X1，现在就是我带的这款了啊。未来一段时间我都会用这个麦克风给大家录节目，效果如果好的话，大家多多点赞，支持咱们中国的原创企业啊。好了，咱们继续。我喜欢的键盘布局是64键左移，正好呢是40比例和80比例之间的一个取舍，非常饱满，非常实用。大空格啊，还有数字键，日常使用基本 OK。我挑了个 GH60 标准的键盘 PCB 套装就下单了。这个玩意儿还包含了可编程的 RGB、定位板、轴下垫、消音棉等等等等。关键的是这玩意儿还支持内置电池、蓝牙、无线、有线3模，神了！因为定了键盘的规格，那我就得按照键盘的尺寸寻找一个合适的显示器。现在车用显示器淘汰下来了很多窄屏，我啊就是从这些垃圾堆里找吧。最后找到的是这块 11.9 英寸的带鱼屏，分辨率 1480×320， 有 HDMI 接口，最神奇的是还支持触控，所以咱们未来啊 DIY 出来应该是一个支持一线通的触控显示器。把刚才说的这一堆东西怼在一起，就需要给它原创一个盒子了。我的设计呢是这样的，直接在原来键盘的上面延伸出来一截，然后把它给掰起来点，就是说让它能稍微立着点。键盘面呢，咱们让它立起来大概15度，又一个人体工学设计在里头啊。然后你看我这图片里头，这不知道哪个脑残设计师设计的，他这破玩意儿显示屏和键盘面在一个面上，这咋看呢？我总不能伸着头跟个乌龟似的看着破屏幕啊，反人类啊！所以我给屏幕设计了一个35度左右的俯仰角，这就很优雅了。好，接下来还需要一个全功能 Type-C 的转接器，这样就省去了所有电路设计，达成一线连。一个 Type-C 解决键盘和显示屏所有连接问题。线路图啥的没意思啊，也不画了，咱直接开始 3D 打印，给大家组装起来啊。你看这蓝色透明轴体的支架，全平面的一体式触控显示器，这硕大的中文字键帽，充分考虑到了老伙计们年纪大了之后
看不见键帽上印的字儿，又不会盲打的那种尴尬。咱们啊，手艺不够，硬件凑嘛。这 Type-C 接口一连，显示器、键盘全有了。因为有触控屏，你鼠标也可以省了，是不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存在？比如说啊，你看我可以用这个屏幕作为一个标签机，我可以随时啊把重要的事儿啊，老了嘛容易忘事儿啊，贴在这个屏幕上，成功人士必备之选啊。甚至啊，我还可以把这个当成专门的打字机。哎，这就是咱北京打字机名字的来源。Word 不太好使啊，这状态栏有点太高了，看不见字儿了。我还是用记事本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打起字来啊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逼格拉到爆表。哎，我甚至还可以用这个小废物玩地平线5啊！你这也太小了，另外也没声音呢。嗨，这还不简单吗？我下次装一个高级喇叭进去不就解决了吗？另外，你 Inside 的 Mac 呢？别着急呀，你看我这键盘底下设计了一个插槽，这个就是给我自己设计的 MacStick 预留的模块化插槽啊。还没有看上期视频的点这里啊，先去了解一下什么叫 MacStick。我把这 stick 往里头一怼 ，Type-C 伺候着啊，底部直接露出无风扇的金属散热片，天才一般的散热设计啊！另外，我这还扩展出一堆多余的 USB 3.0 接口，全都是给 Mac 这种只有 Type-C 的废物机器设计的。将来啊，我还可以设计更多尺寸规格和我 Mac Stick 一样的 PC 或者树莓派。你想插啥插啥，永远不用担心计算性能落伍了，需要把整个玩意儿都换掉。你甚至还可以插入一台手机，这挺有意思的。给大家看一下 Mac 的显示效果啊，剪片子就别想了啊。但是咱打个字儿、听个歌没问题，甚至可以把它当做华丽的 dock 栏，专用 dock 栏显示器，你敢想？这你这都偏色了呢。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，应该是苹果官方没有适配这么宽又这么矮的带鱼显示器造成的。苹果对于各种奇葩的分辨率都毫无招架能力。你这玩意儿能干啥呀？我把这显示屏啊当成了 Mac 屏幕保护程序的屏幕，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播放Ventura那华丽又迷人的动态壁纸了。所以啊，你又做了个小废物呗？滚！人才啊！